直接开始聊，咱们继续聊那个俄乌的事儿啊，因为今天确实俄乌挺那个吓人的。我说实话，现在俄乌这个局势打的我都蒙圈了，因为什么呢？就是现在乌军后方的攻势吧，就是也不能太离谱的，太离谱情况没有。就不信你看啊，开战第3天打到俄罗斯本土35公里的纵深，现在都1个星期了，纵深多少呢？还是30公里啊，连40公里门槛都没碰着。而且我跟你们讲，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是什么呢？就是乌东四周有一个，就这儿啊。就是那个叫他现在打的那个地方啊，那个跟乌东四周就库尔斯克嘛，跟乌东四周有个质的差别，它有根本性的区别，就是群众基础不一样，你知道吧？就俄军能在乌东四周安心的打这个阵地战，俄罗斯自从有了乌东四周，那叫以战养战啊。为什么现在他打的就是没有那么难啊，还比较舒服？因为他能以战养战，你知道吧？在乌克兰用乌克兰的兵打乌克兰，所以说现在整个啊就。包括像库尔斯克呀、别尔哥罗德呀，那都不一样的。刚才我也说了，俄军能在乌东四周能够安心的打阵地战，是因为乌东四周本来是亲俄的，知道吗？俄军不需要在这就是花多大的成本去用来收复人心呢？统治不需要，甚至还能得到当地的支持。但是乌军在库尔斯克州根本没这样的条件，所以乌克兰根本就不具备在这儿占领核心城市和建立大规模防线的能力，没有啊，能拿下一些村庄啊，包括小镇呢，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虽然说这个行动啊，确实是有点什么呢，迫使俄军调兵进入到防御，有利于减少乌军在乌东前线的压力。但是呢，老铁们，乌军为这个地方也出动了所有的精锐力量了。由于他现在的总兵力已经被俄军给超过了，现在正常的兵力啊现在是我前天看的时候是1比3，但是呢，现在有咋说，就部分区域俄罗斯的精锐部队超过了乌克兰的1比3，还有说在部分区域呢，乌克兰的精锐部队超过俄罗斯的1比5，所以呢，现在谁在正面战场上受到大影响不好说啊，这个地方不是1天2天能够解决的。然后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这场北伐战争的本质是什么呢？就乌克兰的本质啊，瑟尔斯基是为了应对高层压力而打的这个 KPI 的报表战啊，然后同时也是泽连斯基为了配合美国中东战略搞的一次表演。所以从军事角度上去分析啊，这场战役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你说这个战役是不是完全是不是属于是那个叫什么纯糊弄呢？其实也不对。如果我们把战场外的因素一起考虑进来，为啥我要讲这个，家人们？是因为很多人没有看清楚这场仗的本质啊，其实它很关键。我们说把战场外的因素都考虑进来的话，就会发现乌军北伐其实是完全有可能对战争走势造成巨大影响的。比如说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现代战争有个特点，老铁们，现在不是17时代了，也不是传统战争了。现代战争有什么特点呢？进入到21世纪，就是2000年之后，现代战争呈现出来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特点，叫战争大后方的抗压能力很差。有没有发现打仗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儿吧，对不对？但凡叫过人，大家都怕死，对吧？但是现代人的忍耐底线，我们现在现代人忍耐就是停水停电都受不了。所以说生活安逸的现代人是天然的速胜派，而速胜的另外一方面就是速败嘛，对吧？战端一旦开启了，首先吃不消的很有可能不是前方的将领和将士，而是后方的精致男女们。比如说巴以冲突打了大半年之后啊，大部分的弹药都落在了加沙的土地上，但是老铁们，谁怨声载道了呢？以色列国内造反了，怨声载道啊！老百姓天天上街就要求政府说赶紧的，他们上街不是要求停战，他们要求的是速胜，就赶紧取胜。而俄军之所以打了2年半之后还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呢，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他们在前线打得有多好，而是俄罗斯地盘太大了，而且资源能够供应得上，老百姓大部分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懂吗？就现在老铁们，你就看啊，就你们有没有莫斯科的朋友？莫斯科现在照样该干啥干啥，一点不受影响。真的，网上很多吐槽说普大帝打犹犹豫豫的，不敢发力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谨慎，才最大限度降低了
这个国家民众对战争的感觉。如果动不动就全员动员，动不动举国啊战争状态，那一旦不能在短期之内获胜，你就看整个社会都会承担非常巨大的压力。这里面有一条现代战争的铁律规律啊，就只有在大多数人都认为战争对自己影响不大的情况之下，战争才可能得到全社会的长期支持。从这个角度来看，家人们，乌军的北伐是有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对俄罗斯的普通民众起到一些威慑的作用，冲击他们心里那个说战争对我影响不大的观念，懂不懂？不过这个就是成不成啊，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军压根儿没有能够长期坚持跨境骚扰的打算。泽连斯基公开说的，说我们对占领俄罗斯本土并没有这个意思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意愿。并不说咱就且不说啊，就开头这一场战役直接梭哈。现在乌克兰我都不用讲是这多少轮增兵了，都不用说这个事儿了，咱就说现在干到俄罗斯本土的这帮人是不是已经都是俄乌战场上乌克兰能拿得出手的核心装甲资源了，对不对？结果在这里面，在俄乌啊北伐的过程当中，在库尔斯克州让俄罗斯给炸的呀，我跟你说老都不认识了，给库库一顿炸。在昨天的情况之下，爱国者导弹防空导弹被俄罗斯干爆2套，总共没多少套。在北伐战争当中，在这个乌克兰干到库尔斯克战争当中，死了4000来，就是叫什么呢？叫最基本啊，就底线的。就是咱往少了说，因为现在就报的啥都有，死了4000人的，什么9000人、12000的都有。咱就说底线来说，最少死了4000人，这里面一个乌克兰人都没有吗？不可能吧！而且爱国者最少损坏了2套，就包括英国的挑战者2号，到上午乌克兰才接着，下午干爆了。所以很明显，家人们，泽连斯基的基本思路大概是什么呢？我一次性把精锐给拼完了。剩下就看你们西方大老爷们你们怎么办了啊！但是西方呢，老铁们，英国人刚才我不说怒了呀，派出去挑战者2号了，坦克营都干过去了，一个营干过去，家人们，上午到，下午叭报废。德国呢，德国也干过去了，库2那老欢实了，欢迎仪式都没搞呢，直接让德军叭给开罐头了。而且这还不是最狠的，家人们。最狠的啥呢？昨天下午的时候啊，德国人直接来了个骚操作，直接说了，说从今天打今儿开始，我暂停对乌克兰所有的援助。我这个消息你们看得过扣波1来，兄弟们。有些老铁看完这个消息之后，可能会觉得说德国抽哪门的风啊，装什么大尾巴狼啊？其实真不是，这次德国啊宣布停止给乌克兰援助是直接停的，就包括之前答应的没交付的都停了，不给了。那美国就更不用说了，原本美国想把这个时间拖一拖，等巴以和谈这边出现一点转机再说，结果兄弟们，这把以色列给急的呀，对着中东反美武装一顿大斩首，把黎巴嫩斩首了啊，伊拉克的这个亲伊朗的民兵组织的基地给干了，完了加沙这边干过去50吨的炸药，500吨是多少吨的炸药啊，干死了，就直接就说了，说我们现在以色列对加沙这边已经死了多少人？4万人了，死伤是12万，死亡是4万人，直接把哈马斯逼的第2天，哎，在今天嘛，第3天公开宣布了，说绝对不跟以色列谈了，不谈了，没得谈呢，对吧？而且哈马斯驻扎在伊朗大使馆也大使啊也直接讲话了，说伊朗一定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轰炸。那你们想让泽连斯基办点事儿，他也没办成，然后自己的亲爹以色列马上要出事儿，现在美国人他怎么可能还会继续给乌克兰援助呢？根本就不可能了。所以说泽连斯基想着什么呢？是自己当个狗，表演完了，等着主人喂骨头，结果表演都差点把自己给玩死了。美西方国家一看，现在挨个宣布啊，要停止给乌克兰援助了。你们可别觉得说这事是个玩笑，不是玩笑，也别觉得说咱们在这埋汰乌克兰，可不是埋汰乌克兰。就截止到今天，家人们啊，今天的最新报道，
乌军在这一波进攻当中死亡、逃跑、投靠俄罗斯的总人数已经超过 1.4 万人了。他们说总共干进去 1.2 万人，但是现在这个人数是我看见的实打实的报道，说投降的、死亡的、逃跑的一共超过 1.4 万人，所以里面是什么概念？不止 1.2 万人呢，对吧？据说库尔斯克俄军和乌军聚集了9万人，9万人什么概念？你们知道吗？是战役级别的。所以说这个战役的性价比非常非常抽象，到现在多少人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美西方要想着给他兜底儿，那纯属脑瓜有病让驴踢了。聪明的还是德国这种啊，看见乌克兰不行了，直接切断，爱谁谁，真的死不死是家儿女。你们想是不是这个事儿？而且今天还有个贼拉重磅的消息是啥呢？美国和北约，家人们，据说说美国跟北约在乌克兰边境地区屯兵40万，吓人不？北约现在已经干到40万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是15万，后来变成了30万，今天变成了40万。然后在昨天晚上啊，又突然间咔嚓增加了4万美军，又干过去。老铁们一看说：“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北约将近50万大军了吗？这要开干呢，这节奏啊！”我跟你们说错了。如果你们觉得这是要开干，错了，大错特错了啊！有人说都50万了，都说到50万了，对不对啊？我知道的是40万加4万，没到50万呢。但是你以为北约这将近50万大军是准备下场跟俄罗斯开干吗？实际上不是，真不是。首先啊，这是北约发现乌克兰已经要完蛋了，害怕小泽突然间暴毙或者投降，所以专门把大军部署在乌克兰边境，就告诉你泽连斯基想溜没门。有人说苏尔能不能讲讲核电站事儿？讲完了啊，你来晚了。你们可真别不信，现在美国跟北约大规模屯兵之后，尤其谁呢？波兰。要说这哥们奸呢，就差把话直接说明白了。什么呢？现在北约和美国目的就不是想在乌克兰领土上跟俄罗斯叮当456一下，而是要在乌克兰开始躺平摆烂的时候直接进攻乌克兰，占领乌西，知道吧？在那儿形成一个当年像东西德以及南北朝这样的这个格局，知不知道？当时美国为啥要让乌克兰加北约？说白了就是要把北约前线推进到俄乌边境，只不过呢美国他自己不敢，所以找了乌克兰这个炮灰。现在炮灰已经快完蛋了，那北约要想达成目的，肯定是协助波兰拿下乌克兰西部，对吧？然后把北约的地盘，家人们啊，进一步往俄罗斯延伸。这话大家能理解不？至于为啥这么肯定说谁呢？说北约要这个不会下场跟俄罗斯叮当456大冲突大决战呢？我跟你说原因相当简单了啊，他当年不敢干的事儿，现在巴以那边把美国惨死了都快，亚洲这边美国无能为力，没有第一岛链，没有第二岛链。我就问你，当年小德的小法的那些乱码七糟人，在苏联当时有在的时候都不敢干的事儿，凭什么今天就敢干呢？不敢的。所以你们就看接下来，只要乌军在库尔斯克所谓大反攻被俄军叭给你干了剿灭了，美国跟北约大军立马就会干到乌东去抢地盘，知道吧？形成乌东对乌西直接对峙这个局面。那么说到这儿，老铁就讲话了，说这么干，那普大帝他能同意吗？他心里面能好受啊？我说实话，当然啊，不是普大这个结果，他绝对不是普大帝想要的，懂我的意思不？所以大家看看，你们就看普大帝到现在他做了什么事儿，是不是？一方面，家人们，你看啊，他拖延库尔斯克的事儿，一方面在加速乌东的进攻。同时也在会见巴勒斯坦总理应该是还谈了超过3个小时。普大帝还命令俄军动用俄罗斯最大的运输机，不停往伊朗再送大批量的武器，到现在都没停。尽管没有揭露到底是啥武器，但这个时候送武器肯定不能是一般炮吧，一定是非常具有威慑能力的大杀器吧，对不对？当时老铁们，我们一直都在
伊朗等什么？伊朗最开始等的是防御性武器，第二等的是攻击型武器。我说了，伊朗到以色列108000里，1800公里呢，隔着2个主权国家呢。你要干以色列，是不是你得有一个射程够的、威力大的呀？锆石、高超音虽然干过去了，至少是仅次于核武的那种事儿。比如说我们说高超音速，比如说温压弹，比如说最先进的雷达系统，包括反导系统，对吧？最先进的无人机，包括导弹信号干扰系统。现在你看看中东这些东西可都有了。黎巴嫩那边电磁炮用过吧，对吧？也门有高超音速，干你美国航母的时候，干那个艾森豪威尔号的时候，那叫试验呢，就2枚导弹干的你，那是试验。现在也门就2个吗？不是吧？也门都有高超音速了，现在伊朗有锆石高超音速了，对不对？不说以色列的空军你牛吗？对不对？我有干扰信号的干扰系统了，而且整个老铁们，你再看伊朗西南边还西北边我忘记了，整个空域都关闭了，关了，而且现在用的不是 GPS。美国和以色列怕的不是俄罗斯导弹，家人们，我告诉你，怕是天上的，你知道不？天上啥你们自己寻思去。所以美国想在乌克兰整事儿，以解决什么中东之困，那都纯扯淡，兄弟们。普大帝在打的是中东牌呀，这才叫根本呐！看问题看本质啊，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知道吗，老铁们？这叫什么味儿啊？汤药味儿啊，对不对？什么叫持久战？什么叫都试水，对不对？你再看看，就这个地方就这么就这么拿捏你。伊朗现在把以色列拿捏成什么样了？你们再看看，绝对能对得上。这你们去看看那个故事去，就我听一个教授讲的那个四渡试水那故事，就拿捏你。我就调动我自己的兵力，我拿捏你的兵力，我让你打哪，我指哪儿你就得去哪儿。我说打哪儿我就打哪儿，你就得去哪儿，而且你还不敢藏了我，你还不敢不防着我。对不对？直接把美国、以色列折磨的欲仙欲死。而北约除了美国，我告诉你，德国老2，法国老3，对不对？这老2、老3对中东他不关心呐，跟他没关系。他们想要的啥呀？他们想要的是中东的利益格局呀。所以着急咋的呢？出兵在乌西抢地盘，对不对？因为我投都投这么多了，家人们，我投资了，我投那么多钱，最后我毛都没见着。打了个寂寞，那不行啊！最起码我也得整点东西回来吧，是不是啊？别的不要，我地给我点。你那美国什么玩意儿那个公司啊，是吧？这什么兰德啊，你咋整那么多？这乌克兰优质资产全让你干去了，那我们肉吃不着，喝点汤不行吗？是不是啊？但是啊，就是所以就面对就美国一看这个架势，内部兄弟比外面敌人还着急，赶自己走，气不打一处来呀。怎么办了，老铁们？北约增兵乌克兰，那是眼睛贼着乌克兰西部；美国增兵乌克兰边境，那是看着北约，你别给我搅场的，对不对？美国不甘心在乌克兰经营这么多年的利益，被德国、法国摘桃子了，知道吧？这可以理解。但是老铁们啊，在与俄罗斯和德国、法国的博弈当中，对吧？美国已经是很被动了。不管美国怎么吹怎么黑啊，怎么以世界老大这个身份运筹帷幄五五玄，但现在这个情况，老美就已经是处处被牵个牛鼻子，叭叭就走，哎，处处被动挨打，这已经是现实的常态了啊！普大帝想建立这个乌克兰这个中部这个缓冲区，美国想占领乌西。德国、法国想要美国这上中东去，这个保卫以色列，把乌西让出来给欧盟，各有各的小九九，最终到底谁能如愿呢？有一点是最有可能出现的，在中东战争没有大规模打响的情况之下，感谢最无忧啊，库尔斯克战事结束之日就是北约攻占乌西之时。不管攻占乌西，所谓北约事实上是德国、法国两军，还是说美军依然独大情况下啊，这个所谓的北约联军吧。
如果中东大战打响了，中东战争打响了，俄军在迅速结束库尔斯克战事的同时，一定会向乌西大举进攻，不可能给北约留任何的余地。就包括现在老铁们，俄罗斯也在盘旋呢，也在斡旋呢，也在整啊，看看这个乌西地区有没有说法啊？那这个事儿虽然基本上就这样了，精彩的事儿永远在明天。但是呢，咱也别光顾着吃瓜。当年那个海湾战争对我们启发是一样的，俄乌和巴以冲突对咱启发更大。我告诉你，因为近到现在咱还没打过仗呢，对吧？为什么呢？他们揭示了现代化战争到底是什么样的。而恰恰好通过俄乌，通过巴以，我们惊奇的发现啊，我们都踩在点上了。每一个的发展，我们是拿着美国的剧本，照着美国的剧本去发展，他们想就永远是美国负责想象，东大负责实现，对吧？我们想要实现彻底的伟大复兴，有很大概率还是要干一架的啊。至于干谁，咱不说太明白，大家心里明白就完事儿了。最后就是什么呢？现在大多数人对俄乌战争的态度还是比较微妙的。一开始担心俄罗斯一把自己给玩死了，导致我们就是单独陷入到西方的围困，对不对？现在看着呢，就是这个毛熊啊，这个血一时半会儿干不了，死不了，又希望泽胜能够坚持的久一点啊，这都是人之常情嘛。毕竟开放的港口、新建的天然气管道、中亚的铁路、空白的市场，这些东西肯定是你坚持的越久，咱得到的越多。所以说啊，现在看到德国等这几家欧洲国家停止对乌克兰援助，很多人就想说，坏了，万一俄罗斯把乌军给收拾了，然后再趁势把苏梅给干下来，然后转头再把中东给解决了，那到时候俄罗斯不得直接一口吃个胖的呀？啊，到那时候俄罗斯吃饱喝足，以他们那个会不会有啥歪心思？会不会影响咱的关系呀？怎么说，家人们啊，这个是我们就应该关心这个事儿。我说实话，别人打啥样，中东啊、俄乌啊，我有半毛钱关系吗？对不对啊？就看这事儿对我们是有什么影响。其实说实话，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咱如果想的通透一点，其实根本都不用在意，因为国际关系的起伏就是一个常态。没有人是你永恒的朋友，也没有人是你永恒的敌人。大多数国家都是极端现实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且你们要知道，现在啊，不管东方大国俄罗斯的关系咋起伏，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那是回不到过去了。比如说西方产品在未来可能会再次进到俄罗斯市场，但是兄弟们， Made in China 这件事儿在俄罗斯市场的优势地位那是不可逆转的。这是因为我们的货本来就更优秀。那么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在战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恢复？能。怎么恢复？恢复到什么程度？这就取决于战争结束的方式了，知道吗？如果战争以西方满意的条件结束，那么战后西方大概率会降低对俄罗斯的防备，甚至还可能会抛出橄榄枝。但是如果战争以俄罗斯的满意条件为结束，那么他们跟西方的裂痕，我跟你说，短期之内根本无法弥补。真的，此后俄罗斯必然会成为西方重点防御的对象。东欧方向也将会吸引来大量的西方的军力，这对于龙国来说，它也是个好事儿啊。如果中东也打一场持久战，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小了。说到这，老铁就问了，说那个现在这个中东的这个持久战能不能打？苏你说一说这已经19天了，而且呢，哈马斯拒绝跟以色列和谈这个事儿也已经预测着了。但问题是，现在伊朗不动手了，咋还不行动呢？然后很多人就怀疑说，伊朗有没有胆，是不是怂了？我跟你们讲，有人怂了是没错，但是怂的人是不是伊朗，那就有点说法了。要让我说，怂的实际上不是伊朗，是谁呢？是大老美，是美国人。就像咱前面说的，如果不是怂，他干啥要拜托阿曼当中间人，然后派出高级代表团把暗杀哈尼亚的特工情报都给干过去了，对不对？去个伊朗求情啊！虽然说伊朗摆他一刀，把以色列特工给弄死了，知不知道这事儿？弄死了，然后又继续让哈马斯拒绝和谈。
但是他美国敢做出这样的行动，其实就是美国害怕，他也害怕下场跟伊朗玩命，跟俄罗斯硬碰硬，他不敢，他没这个勇气。再加上如今乌克兰这档子事儿，美国跟北约都已经做好杀进乌克兰西部抢地盘的准备了。你说美国他得害怕成啥样啊？他得怂成啥样啊？然后说到这，大家可能就有疑问，说为什么美帝要在当下出卖以色列和乌克兰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帝国要听东大的规矩，知不知道吗？龙国3招直接灭了美帝霸权的金身。首先是什么呢？老铁们，首先是 AI， 首先是芯片的突破。美帝国科技霸权拢共仨霸权，一个金融霸权，一个军事霸权，一个科技霸权。军事霸权拉稀了，被也门给打爆了，对吧？金融霸权在俄乌开始到现在已经报废了，再接下来就是科技霸权。这我今天本来想跟你们讲个芯片的问题了，就是那个挖机电这个事儿，到美国到现在没制造出来一个芯片，厂都没建起来呢，以后也再也不会制造出芯片了，被骗了啊！我就说 AI 芯片被突破了，美帝国的科技霸权摇摇欲坠。其次就是什么呢？老铁们，禁止踢出口。有没有知道踢这个玩意儿的？踢啊，一石三鸟，兄弟们，踢这个东西啊，美帝国的军事霸权都在现在直接瓦解。最后就是中美金融战，美国马上就要降息投降。那到那个时候，美帝国的金融霸权也都是肥皂沫子，叭叭叭被刺破了。怎么说呢？现在很多人总是有一种错觉啊，觉得只有热战才叫战。这些朋友们往往就喜欢提大毛啊，说大毛有多牛啊，不服就干，生死看淡，妈真爷们真汉子。我告诉你，下策才是开战。我说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你政治的诉求你得不到了，你没有办法了，下策才是打仗，大炮一响，黄金万两，都是人命，这都是天理呀，真理呀，对吧？最低级的手段才是开战。咱们举个例子，实际上啊，你看热战虽然没有把美国给拖下水，但是呢，现在美国日子好过吗？全球的军事布局都被打乱了，自己还得在35万亿美元国债的情况之下，反手给乌克兰跟以色列送钱。完事儿送钱之后，家人们啊，他还要被打脸。就从这个例子，大家就能够明显的看得出来，热战你虽然看着很刺激，但是懂大国博弈那才叫精彩。兄弟们，同意我观点的给我扣波1。而且老铁们，你知道今天有个老吓人的事儿了吗？你知不知道有一种病叫脊柱石灰什么玩意儿炎？这个在加沙地区，老铁们啊，直接出现这个问题了。在加沙地区直接出现这叫什么脊柱灰脊柱炎，而且这个致死率是在15%到30%啊，致死率啊15%到30%。另外，在非洲以外的地方发现猴痘了。有人知道的给我扣波1。所以家人们，我跟你说，全球大战有可能不是从热战开始的，有可能都是从哪儿开始，都是从生物战开始的。有很多东西我们根本就想象不到有多夸张，有多恶心。像这些玩意儿都谁研究出来的呀？我跟你说，美国都没跑。你们同意我观点，我扣波同意，美国没跑，你们信不信？就包括现在你们看你们身边的啊，好多人是不是也都倒下了？又一波了，也是变异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啊！最近一段时间非常恶心，好吧？咱不墨迹了，今天新闻差不多到这儿了，好不好？明天有时间我给你们讲讲台积电的事儿，在美国老恶心了，现在都后死悔了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中国制造的事儿了，就不得不再请邪王上来，他家